你知道频道的第一集是很重要的事情吗？它是我们之后影片风格的基础。影片风格这种东西不能之后再改吗？我之后想改拍知识型的影片靠北，你不是当初就说要拍知识型的吗？你的第一集名称叫做为什么你的新年愿望每年都落空？你不觉得太消极了吗？不会啊，我觉得我只是在点出大家的问题而已，我觉得这很重要。但是其他 YouTuber 都是教人家如何达成新年愿望啊。我们不是平凡的那种 YouTuber， 那我们是什么？不会，我们那一种。大家下午好，我是 Simon。2019已经过了1/3了，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你在1月1号写下的新年愿望？不晓得已经达成多少。不管你有写或没写，通常是不会完成。你这样讲会得罪粉丝吧？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得罪粉丝就是我们的本钱，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粉丝可以得罪啊。不过不要难过，你不是唯一一个没有办法准时完成目标的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跟你一样。今天要介绍一个心理学名词呢，叫做规划谬误。规划谬误呢，简单来说就是人呢会过于乐观，将自己的目标完成的时间定得太过提前。就有心理学家呢，他就曾经就做过这样的实验，他去访问现在正在写论文的学生，问他说：你现在用最乐观或最悲观的时间点去推算你完成论文大概需要多少时间？结果这些学生呢，平均回答最乐观的时间点呢，大概是27天左右。那最悲观，也就是所有事情都非常不顺利的情况下，大概是48天左右。结果他们实际上论文完成的时间呢是55天。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其实人啊，在定未来目标完成的时间点的时候，他们其实有2个参考的依据。第一个叫内部资讯，第二种叫外部资讯。所谓的内部资讯呢，就是透过我做这件事情之前的经验，去推算说我完成这件事需要多久的时间。而外部资讯呢，则是用客观的事实去评估完成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时间。假如我们4月1号的时候拍好了一支片，那阿轩用他内部资讯，也就是他过去的经验，承诺我说，下个礼拜我应该可以把这一支影片剪出来。于是乎呢，那中间就发生了很多突发状况啊，像是突然陪女朋友出去买东西啊，或者是突然组了一台电竞等级的笔电啊，影片就没有如期产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原因是当使用内部资讯的时候，会忽略到所有的突发状况。人总是会认为说，这些突发状况都不是我能控制的，我也是这些情况的受害者。假如没有这些突发状况的话，所有的计划都会制造我的计划如期进行。因此，一样有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那他们还是会乐观的认为说，没有这些突发事件，我还是可以用过去的经验来推估未来完成的时间。那到底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呢？其实是有的。你不是说你不教？没有，我觉得影片时间好像有点太短了。那使用外部资讯有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呢？因此呢，他们又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请 A 去评估 B 完成电脑作业的时间需要多久。那他并请 B 写下他每天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之前做这件事情的经验。结果 B 自己评估完成的时间是5.5天，那 A 去评断他所需要的时间呢是8.7天。B 实际完成任务的天数是6.8天，很明显 B 的情况，也就是他自评，他对于自己的行为过于乐观，他符合规划谬误。那为什么别人去评估他的时候，则会高估他所实际的天数呢？原因是因为当别人去评估你实际的状况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些都不是突发状况，而是你个人本身的特征。举例来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废，他生活就是非常的懒散，然后不积极，那你可能预估他完成任务的时间可能也会比较多，因为你会认为说他的生活状态也会是他实际上工作的状态。听完今天的 Simon， 你是不是帮自己的新年新希望找到借口了呢？那你的2019新年愿望是什么？哇，我今年在算我1年到底喝了多少罐绿茶。你都喝什么样的绿茶啊？当然是原萃系列，甘甜不苦涩，是我每天昏昏欲睡的好伙伴。你今年还有什么新目标啊？什么？我还有什么事情要做？周更啊？干不要！好，那喜欢我的影片，订阅、喜欢，通通来一波哦。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心理学小知识的话，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吗？这样就不用想下礼拜的文案了。那如果没有人留言嘞？那我就自己去留言喽。所以我都要介绍哦，不然我怎么吃？就是拿起来啃就好了啊。洗过了，洗过啦，只是那个苹果从28放到现在而已。